สวัสดีครับทุกคนวันนี้จะไปไหนครับ今天就带你们从曼谷的 Egamai 的车站坐车到帕塔亚一个简单的路线图。那你到了 Egamai 之后呢，你就走到2号出口，2号出口没有错，就是直接走下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看到2号出口都会写着要往那个帕塔亚的车站。那走过去之前，如果你们肚子饿啊，可以在这边的 7-Eleven 买个早餐，或者是到车站里面也有卖一些当地的人会吃的早餐，就是一些烤肉啊、一些饭啊之类的。然后我来这边，我都会在这边第一排这个窗口来到这边，基本上大家都排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边2-3次，大家都排这个窗口。这个是13号窗口，你看往帕塔亚的那个站口，然后一张票是118块。你买了之后就上车，他会告诉你按照座位坐，然后上车之后就开始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不过有时候我会坐到2个小时半、2个小时40分。然后到了这边呢，就是在那个帕塔亚的北部车站啊，我有放在我的地图里面，就是说你们可以安心的去看这个行车路线，车子是不是快到这个帕塔亚的北部车站这样子。那你回程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回到曼谷的话，你也是在这个窗口走过来，这边最左边这个窗口有一个回到 Egamai 的那个窗口买票就可以。当然，如果你要跑到苏万纳普去也可以，就跑到那个机场也可以。但是我来这一天是礼拜6，我不知道帕塔亚的6项今天没有营业，所有的娱乐场所都没有营业，因为今天是投票日。我在1个礼拜以前呢就已经订好饭店，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投票日。我是在前一天我要过来这边酒吧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不用过来了，这边没有开呀。然后就因为这样，整条路上都空荡荡，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几间店有开。不过到了晚上是真的全部都关起来了，一间店都没有。所以这个是6项完全没有人的样子，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来干嘛。但是我饭店已经订了，因此呢，我就多订了1个晚上。本来想要待1天的晚上就好了，结果我连礼拜天都订了。所以呢，我就打算礼拜天晚上下午的时候再过来这条街来玩哦，要不然真的是白白浪费1天。那其实我现在在做影片的时间已经回到曼谷了。那我是想讲那一天在帕塔亚发生一些小插曲。等一下呢，我就跟你们说吧。现在这个地方是步行街，礼拜6的晚上，对，连步行街都没开。那我就跟着一个泰妹这边走来走去，然后想说等一下走去那个椰子树下，海滩路的椰子树下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椰子树下的爱情。很久以前有走过啦，很久以前还年轻的时候来过这边，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盛行椰子树下什么爱情呢。然后呢，那时候在海滩路上面呢，如果你搭个双条车、嘟嘟车，基本上你很容易就看到有那个浴室在营业的。我记得依稀印象那个时候，我就是在那个路上，然后随便拦了一个车我就坐，而且我不知道坐到哪一站，因为沿路上你要下车随时可以下车，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就看到那个浴室名字，我就说要下车，然后就直接进去这样。那时候是这样玩的。那现在在这里比较不会去看泰浴吧，当然今天在来的路上有看到1-2间啊，不过就真的好像没那么有兴致了，因为现在玩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在曼谷就可以玩很多日暗的啊，现在浴室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了，比较多印度人去了。好，我要讲一下那一天在6项里面发生的小插曲。我在一间店里面喝酒，跟一个妹聊天。这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可能喝醉吧，冲了进来，然后跟另外一个女生喝了起来。那没想到呢，不知道是这个男生喝醉还是怎么样，然后没想到这个泰妹啊，也非常的彪悍呐、男生又做出挑衅的动作，那女生也不甘示弱啊，那2个嘛差点打起来，那个
啤酒瓶都飞出去了。哇！我才这么久没来这边，算是第一次重温这个六项的那种感受，就遇到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夜店看到一堆人在打架的感觉。可是这种场面我看了很多，但是看到太妹想要拿酒瓶打人，还是我人生第一次吧。对，竟然没多久就开始可以挑衅哦。啊，我真的不懂为什么。真的是，你到别的国家、别人家地盘，你喝醉就算了，然后也不节制一下，然后没多久，真的没多久，那条街上面的那个安管啊，保全就冲过来，7、8个泰国安管就冲过来了，就直接把他请出去了。对啊，那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样，来这边不就是好好的玩吗？而且你今天还是一个人进来哦，你不是一堆人来哦。你可能你在哪边喝醉吧？其实我不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控制一下自己喝醉的程度啦，真的，要不然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出事都不知道。因为我真的看太多有的没有的，真的。他今天这个还算是小 case， 还有人帮他架着，在那个女生要动手之前，已经有人先把那女生架住，那女生。不矮啊，也很有力气啊，不是1、2个人可以把他架住的，你知道吗？但那个小伙子还好也没冲过来，那个小伙子也很壮，他就是挑衅那个女生，叫她过来打他。我觉得真的是有毛病啊，有问题啊，真的是干嘛这样呢？真的是，所以在那个店呢，喝到最后呢，喝得有点无奈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还好最后是没什么事情啊。本来今天要去夜店，然后或者去酒吧，结果都没开。现在跟着一个当地的地陪，对某个太妹，怎么跟这个太妹认识的呢？这个以后我觉得时机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把那个影片 po 出来。对，暂时先不说好了，因为这是特殊状况，一个认识太妹的方式。好啦，我们就这样走过去那个海滩路旁边这个沙滩，然后椰子树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拍的。因为今天其实现在没有很热，现在风其实算凉的，然后大家都聚集在这边，因为酒吧都没开嘛，很多人都聚集在沙滩上面，然后买啤酒来喝这样子。但是沿路上还是很多在等客人的，像前面就会站在这边就是啊，从头到尾都很多啊。那我一路上看下来，很多都是坐在椅子上，因为他们很多没营业嘛，没营业那个海边那个海滩的那个怎么样遮阳棚那些商家啊，就有很多椅子放在旁边嘛，那他们都会拿几张来坐。其实这时间看到很多坐在旁边的女生呢，面对着市区里面的方向，那个肯定都是啊，只是说呢，各位。像我之前讲的，路边野花不要采，因为太多新闻都是发生在这里啊，很多 Lady Boy 啊，那 Lady Boy 不打紧，你 OK， 他 OK， 情投意合可以，但事情常常就是发生在这些地方，新闻报的都是这些地方，所以大家就我觉得夜路走多，难免会碰到鬼嘛。如果你真的想尝试，适可而止啊。哎呀，我今天往上拍是因为我刚刚拍到可能不能播的东西，所以我就往上拍了，哈哈。继续往前走，像这种坐的椅子对着市区的，应该778、88、99都是吧。好了，我要分享一个，那天去蛇美的朋友，虽然我人在帕塔亚，但是我还是有跟他们联络。他们后来呢又去蛇美，就是我们3人作战组又去蛇美了。想要去找一个，怎么讲？很惋惜那一天没有把那个妹约出去啊，然后隔天又把她约出去了。结果呢，根据我们的朋友的回报呢，是怎么说呢？那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老油条一样，然后 CP 值很低啊，然后很死鱼啊。就是这样，所以基本上我不会想在那种地方，因为里面都太老油条了，你知道吗？你在蛇美那种地方，你想想看嘛。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是一个 freelancer，OK， 自由业者，他们懂得找到一个地方合法的感觉，有人保护着你，在一个空间里面让你去等客人。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洗澡店呢？洗澡店还有服务啊。
对不对？还有店家，还有妈妈桑在里面。你如果觉得不爽，你可以去投诉那个女生的。那女生如果真的一次、两次、三次都是这样的话，代表说那个女的真的有问题嘛？那你就喜欢找 freelancer， 为什么？没办法，男人就贱嘛，对不对？就喜欢挑战、征服的感觉，想要控制权，想要那种路上抓了就能走的那种感觉，没有？因为这是一种睾固酮、荷尔蒙作祟吧？对，但是本人并不爱，对。本人有过，但是本人真的不爱。我觉得还是花钱就是要花在买服务上面，大致上是这个想法吧。不过年轻的朋友，你们不是老司机啊，你们真的想要试试看，我觉得一次两次，看看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多去尝试。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来到这边，尝试这种文化，你可以多试试看，在安全的情况下多试试看。看看自己喜欢什么口味，而且来这边就玩嘛，你又不是说长居在这里，对不对？那玩个5天4夜都玩完再回去，也是留下一段很好的故事啊。10年后，你可能还是不会忘记这些事情的，真的。我是过来人，所以一定忘不了，好吗？对，但是你面对你的另一半，你可能也会当作忘了。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其实太妹应该走得很累，因为她穿着一个很破烂的拖鞋。昨天我们在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心里有点感触，就是他们其实喝一杯 Lady 醉200块嘛，他们真正到手的真的很少啊。我有问到，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可能那样的钱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够了。然后呢，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没什么储蓄的习惯。他们今天领昨天赚的钱，就好像日结一样。然后有时候才几百块钱一天，然后出去吃的东西就没了。因为帕塔亚的物价很贵啊，真的很贵啊，是给游客的啊。但是他们在当地其实吃这些东西也不便宜啊。我认为在曼谷吃还便宜一点。曼谷很多小巷那些小摊贩啊，哇，东西便宜到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可以吃到一个 Pad Thai可能才40块都有，50块都有。虽然百货公司里面可能要190，但路边很多地方都是40、50、30的那种饭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泡馍啊，就是我突然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它加个蛋才40块而已。对，然后真的超便宜的，而且又吃得饱。但这个地方我吃了3餐下来，我已经吃了三个餐了，我觉得真的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啊。然后这边真的什么都贵，上次来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上次来一些土嗨吧，去夜店，然后在一些小巷子里面找东西吃，也是不便宜啊。我当然不是买不起，就是那种为什么这里还这么贵这样子。不知道你们看了我上一个影片的感想如何？我真的是进去了3家店，然后去喝酒给你们看，然后给一些新手来玩。其实这个呢，对我来说是还蛮无聊的，因为真的很无聊对我来说。但是我觉得能够展现一些内容给你们看，应该是比较好玩的吧。我希望是得到你们的回馈。哎呀，这个路边都在讲价钱，我看到已经是第3组了。还有一些坐在椅子上的啊，我是没有仔细看长什么样，因为有些一看就知道是 Lady Boy 啊，然后有些是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来的那种委瑞内拉还是瓜地马拉刚果那种吧，就是一个专门给发廊品尝的那种发廊的菜，不是我们东方人的菜啊。还有呢，就这边前面最近有一个什么Cry Baby 的那个大型公仔的，放在沙滩上，蛮可爱的。我有拍照，不过晚上看不太清楚啊。椰子树下的爱情真的是多啊，到处都是。大家来呢，只要小心一点啊，真的不要被骗啊。有些人尝试过，很坑啊，真的很坑啊。反正你们就是连抬头看都不要看它，因为万一你看到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然后你就开始为他着想，去想一些，好吧，我今天就试试看吧之类的。与其这样，你就不要看嘛。对啊，你不要看，你就不会有那些想法出来，你就不会受不了那些诱惑啦，对不对？就去洗澡店就好了。我真的强烈建议是这样，过来人的经验。但这边椰子树我也没有尝试过，因为都不是我的菜啊。因为 CP 值比较高的就是在那些店呢。
大概是这样咯。说真的，我也很想拍一些那些店里面的内容给你们看，但是呢，很多店都是不给拍的，尤其是那种是本地老板开的店，他们基本上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的广告，请任何的 YouTuber 进去拍都没有。对，他们不喜欢玩这套。然后呢，还有一些像 GoGo Bar 更不可能啊，还有娜娜广场里面也不能拍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们想看蛇美里面的话，其实你们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些什么 Asia Walking 啊、Bangkok Nightlife Walking 那些东西的，其实就看得到了。哇，这一段就是精华了，你看，就是椰子树下爱情都在这边，集中在这边。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拜拜。